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最近有个朋友问我，在服用降压药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食物不能吃的？这让我想到，这是很多高血压患者面临的问题。在医院的时候，一般病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医生可能只是简单的说一句，饮食对降压药没有多大的影响。其实这个并不准确，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食物，它们会影响降压药的效果。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控制血压，今天就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，服用降压药期间哪些食物不能吃。一、柚子。之前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关于柚子是否影响药物吸收的文章，有的医生说有影响，有的医生说没有影响。今天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，在服用降压药期间，吃柚子确实会影响降压药的代谢，进而能够降低降压药的效果。柚子其实有很多种类，我们平时接触到的柚子主要是香柚、沙田柚、桑麻柚、西柚等。这些柚子中都含有一种名为呋喃香豆素的物质，这种物质会抑制与降压药代谢相关的酶，主要是 CYP3A4 的活性。CYP3A4 本身是帮助人体代谢药物的，如果它的活性被抑制，那么降压药的代谢就会减慢，进而造成体内的药物浓度的增加。与此同时，柚子中还含有柚皮素，这种物质能够促进胃肠道对降压药的吸收能力，这会进一步造成降压药的药物浓度的增加。可能大家对于降压药药物浓度增加没有啥概念，这里我来解释一下。降压药本身的作用就是降低血压的，如果降压药的浓度高了，那降压的效果肯定就会强很多，容易引起血压下降、心率减缓等的并发症。降压药的降压效果太强烈的话，本身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，所以在临床上，医生都会建议患者平稳地控制血压。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他们的血管可能存在着动脉硬化的情况，如果血压急剧的下降，会增加斑块脱落的风险。脱落的斑块会随着血液流动，当遇到狭窄的血管的时候，就有可能会造成血管的堵塞，增加心肌梗死、脑梗死、肺栓塞等的疾病的风险。二、牛奶。之前我有个病人，他平时特别喜欢喝牛奶，特别是纯牛奶。这个习惯固然是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，但是他喜欢在服用药物的时候喝牛奶。突然有一天，他在服用降压药以后出现头晕，一测量血压以后，高压竟然超过了180毫米汞柱，去医院后才把血压控制下来。说到这里，我并不是说大家不能喝牛奶，而是不建议用牛奶来送服药物。我们都知道牛奶的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，而且它的营养丰富，但是它里面含有的无机盐，比如钙、磷、钾、氨基酸等，特别容易和药物发生反应，进而生成不溶于水的物质。这种物质人体是难以吸收的，而且本身还会破坏降压药的结构，进而影响降压药的效果。另外，牛奶中含有的酪胺是比较多的，虽然人体中存在分解酪胺的酶，但是我们吃降压药会抑制分解酪胺的酶的活性，这样的话会造成酪胺在人体内储积，和造成血压的突然升高和心律失常。建议牛奶和降压药最好间隔30分钟左右服用。三、酒。对于经常喝酒的朋友来说，他们可能会发现刚饮酒后的一段时间内，血压有一定的下降，因此不少朋友认为喝酒能够控制血压。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的，喝酒后酒精会扩张血管，所以血压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，但是当酒精代谢完的时候，血压就会再次的升高的。与此同时，长期喝酒本身就能够增加动脉硬化的风险，这样的话不仅不利于血压的控制，还会增加脑卒中等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我这里说的酒是包括任何的酒类，比如白酒、啤酒、红酒等，不管是什么酒类，它里面都含有乙醇，进入人体以后都会对人或多或少的带来一定的伤害。而且权威的医学杂志《柳叶刀》在早些年的时候就已经发表文章说，
对人最安全的饮酒量是0。4. 偏咸的食物。估计很多高血压患者都被建议低盐饮食，其实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。我们说的偏咸的食物主要是指里面的氯化钠含量比较高，这样的食物被人吃进去以后，会造成体内的钠离子浓度增加，钠离子增加了就会引起相应的水分的增加，这些水分一部分进入到组织中，引起组织水肿，还有一部分会进入到血管内，所以能够引起血压升高。另外，钠离子增多还会引起血管水肿，会使血管变得相对的狭窄。与此同时，增多的钠离子还会增加血管对儿茶酚胺的敏感性，而儿茶酚胺是一种收缩血管的物质，所以高盐饮食会引起血压升高。不过，高钠饮食对于血压的影响在不同的人身上会存着不同的差异性。有些人吃了比较咸的食物以后，血压有明显的升高，而有的人却不会这样。虽然说高钠饮食会引起高血压，但是并不是说高血压就是吃盐吃的，而高血压的病因本身就比较多。很多人的高血压也是多个病因综合作用的结果。如果人们在服用降压药期间吃了偏咸的食物，那会降低降压药的效果，甚至能让降压药完全失效。所以在服用降压药期间，尽量的避免高盐饮食，比如咸菜、豆腐乳、腊肉等。高血压患者日常该如何保健？高血压的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饮食习惯的修正。很多高血压的人都是吃盐比较多的人，所以少盐摄入也是最起码的一个关键事情。大家要知道，高血压的发病率与食盐摄入量成正比关系，千万要记住少吃盐。如果你有高血压，你一定要记住少吃油腻的食品，含油量大的食品会引起血管的问题，特别是一些高血压的人都是平时不注意荤素搭配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减少油的摄入。高血压的病人要注意自己的饮食，建议大家少吃多餐，这样可以调节自己的身体血压。暴饮暴食也是引起血压高的最大一个方面，所以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少吃多餐，保证自己的血压稳定。另外，睡眠也是高血压人群要注意的一个事情，每天一定要保证自己7到8个小时以上的睡眠时间，这样才可以稳定自己身体内分泌的协调，加强身体的免疫功能的提高。所以一定要注意睡眠的质量。如果你是高血压患者，一定要保证自己有一个良好的心态，要学会自己的心理调试，尽量的找到自己心理的平衡点，每天尽量给自己创造良好的心境，尽量避免情绪的波动。快快乐乐是抵御高血压的良药。除此之外，高血压病人还要坚持适量的锻炼，而且尽量的坚持长期的运动锻炼。因为运动不仅可以使收缩压和舒张压下降约6毫米汞柱到7毫米汞柱，而且对于减轻体重、增强体力、降低胰岛素都是有利的。但是高血压的患者切忌剧烈的运动，他的运动要根据年龄以及身体的状况来选择，像慢跑、快步走、太极拳等不同的方式，这样可以使自己的血压控制稳定，而且可以慢慢的减少用药量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